谢谢马老师的这个主持啊，然后也谢谢这个秦辉老师的这个叫我过来。今天是我在日本的最后一场演讲，现在第五场。然后呢，因为我来这边其实之前就来一个星期，是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事务参与到其他大学的一些讲座。然后秦老师知道之后就把我拉过来，然后我说要谈的东西，其实我这几年都没在做这个没有写太多马共了哦。所以你看23年出那本书是休戚一共，出了之后，其实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出。其中一本是我跟学生在写的，其实应该是去年出，就是谈在这个二战以前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民间外交在马来亚，就从那个武汉合唱团啊，然后新中国剧团那边的，但那本因为有一章我拖了好多年了，应该是1年多了，我还没写出来，所以就暂时还不能够出版了。所以那个其实这个今天的这个讲题呢，也是命题作文啊。就问说那个秦老师说要不要谈一下这个泰共的李启新先生。然后我想说，其实我泰共我并没有特别研究哦，但是因为李启新他在马共也有担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所以我在想说，这样我就尝试就处理一下。然后泰共的历史其实我并不是太熟悉，但是它有一些情况是跟这个马共是很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所以我这边我今天因为我跟秦老师讲，我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待会我就要在过去新宿那边。所以这个我就说大概我简单的来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马共跟这个泰国共产党它泰共的一些这个跟它历史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发展。然后之后呢，可能我在想说，既然我们要谈这个李启新，我们要谈这个莱特，然后我们也要谈这个陈平嘛。但是陈平呢，在今天我会跳过，因为陈平已经出了他这个我方历史那本书哦。然后也有好多的资料，陈平资料很多，莱特资料呢就好像是一个传说，还有一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秘闻哦。所以我们很期待秦老师之后再出一个这个莱特之谜的这个书。然后李启新呢，这个资料就很少，但是我所接触过的资料跟这个秦晖老师这几天我跟他交流的，他的这个他看到的这个李启新跟我看到李启新是两回事哦。所以可能我在这边其实我主要是谈李启新，可能就是我要跟这个秦老师请教的，而不是我来谈李启新。然后第三个，其实这个是我在飞地那天兴趣的时候，大概有简单讲一下这个马共在这个泰国的一个部分啦，主要是简单，然后其他可能我就觉得说到最后部分，如果有其他想到或者其他的交流，我们再来补充一下。然后之后就会再请那个秦晖老师做一些这个说明啊。然后这个我那天在飞地的时候也是有给大家看到说这个马共的一个这个发展历史哦。然后马共发展历史呢，目前为止大家在梳理它的时候，它的分的时期都不一样。然后像说刚才马老师有说到说我之前做的这个论文是谈马共的这个历史发展史，实际上这本马共史呢，我到现在我都一直不敢出版，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写完之后呢，好多新的资料出来，然后我交上去的时候，我跟我的导师说，老师我没有力气再改了，因为再改下去我可能8年10年都写不完，我花了7年时间了，所以我说我没办法再改了，所以我就说之后要出版的时候我才重新再写过。所以我目前就陆陆续续有在改过以前写的东西，所以我的历史分期跟如果您看回我的论文，我的论文应该是可以开放下载的，基本上我的很多文章我都开放下载，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到说这个这个马共的分期呢，其实跟可能你们看到我之前写的，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这个主要是分成这个8个时期。然后马共的这个历史期，我们今天要谈的李启新，主要是在这个二战之前的那个部分。对，主要是这个部分比较重要。然后其他的其实马共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我不晓得在座的各位对这个马共的历史了解到什么程度哦。所以可能还是你们第一次听到马来亚共产党。对，我当时在做马来亚共产党的时候，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是要处理它的这个历史呢，还是我要去把马共
的马共这个他的过程，他扮演的角色呢，提到另一个层次去讨论。所以我当时觉得说，我是尽量在把它历史去完善化，然后同时间呢，我尝试把马共历史整理之后，我发现它其实跟那个冷战的一个发展是非常契合的。所以我当时就谈了说，马共的这个成败它其实主要就是看这个整个国际冷战的一个这个变化，所以它实际上它是被动的，它不是主动的。所以反而如果你从局内人来看，你会觉得说马共好像很重要，但是实际上马共它当然是有它的重要，它对马来西亚的这个独立，它有扮演它的一个这个促进马来西亚提前独立的一个这个作用。然后当然它也有很多的一个它有很多的一个这个看法，然后但有一些看法在不断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一个我们讲说什么就是合适的，但是有一些时期是不合适的，但它一直在修正，在修正到变成说实际上它一直修正之后呢，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坚持，其实它有在开始慢慢释放，就放出了，就是把它就是淡化掉，或是作为妥协掉。所以这个是马共，如果它一直在这样下去的话，它其实会变成非常的一个，我是觉得说它会非常柔和的一个这个共产党所以但是它就没办法执政嘛。那从一开始到这个它分裂到它结束这个时期呢，它真正的这个建党是在1930年。到它这个和平下山是1989年12月初，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呢，它其实整个跟那个国际共运的这个历史是一直环环相扣的。然后它不同的时间的变化，它的转换点的时候，在它的那个一些我们讲说它 critical 那个 point 的时候呢，都是刚好遇到这个国际共运的一个变化。所以呢，马共的一个成败就是不能够忽视掉。我们在讨论马共就要看这个国际共运的一个这个发展所以我把马共主要是大概这样子来谈。所以刚刚我谈到的那3个人物莱特，所以莱特的话主要是在这个部分就是第3个部分。我们看莱特的时候，他在抗日时期呢，莱特他开始有一些引起很多的争议，比如说他被认为说他出卖了马共在30年成立，但是30年成立，30年到这个整个这个抗日时期呢，马共的很多领导陆陆续续被这个，尤其后期在抗日时期呢被出卖。所以呢，最出名的就是当时候重要的人物都全部在这个9·11事件，94年9·11事件里面被黑风洞事件对，所以被杀害，然后就莱特一个人，因为车子在往这个会议途中呢抛锚，然后他整个没事情，就是顺利逃过这个劫难。所以这个是莱特的一个那个，然后李启兴他又跟莱特曾经是莱特的一个这个助理，就我们讲政治的一个这个助理。然后呢，他后来他又去了这个泰国成为泰国共产党的那个这个书记。所以这整个也是有关系。然后中间里边还有一个人物就是陈平，所以刚刚讲陈平我会跳过，因为要谈陈平的话，他其实很多资料。因为在我来日本的前一周呢，其实也不是前周，就前半年呢，刚好就是已经出了那一套陈平对话录。其实我们之前有出过陈平那个我方的历史他回忆录嘛，所以有翻译成中文。然后我们也出了这个陈平的这个与陈平对话。与陈平对话呢，早期是英文版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候很多西方的这个研究马共的，也有一些是曾经是当时候的军官参与这个剿共的，他们都有去到这个都有去到澳大利亚跟这个陈平对话。所以跟陈平对话那个资料呢，就把它梳理出来，成为了这个与陈平对话这本书。所以呢，整个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开始了解这个陈平他的一些看法，还有各种各样的事件。然后很多学者发现说，你拿陈平的这个与陈平对话这本书跟这个陈平我方的历史他的回忆录呢，你就会发现到里边很多一些东西是有一些对不上口的东西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开始就发现到很多部分我们可能需要再重新去挖掘这个马共的历史。所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比较，这个主要是刚刚提的是3个人物，但是到了那个48年到60年代，这个紧急状态是马来西亚开始呢把马共列为这个非法。其实马共本来都是一个非法组织，就是地下组织。它只有在2战结束以后呢，
他才开始受到英国这个殖民地的这个承认，然后就可以合法公开的活动。所以在合法公开活动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开始就出版了一些书，比如说出版这个南洋之春。然后南岛之春，然后还有几个他的那个他有把他的铁的举例，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规章等等全部都有出来。然后他其实也有在吉隆坡和新加坡有开自己的这个办公室，然后他们有自己的这个活动的一个这个方法这个动员的一个力量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到了合法时期之后呢，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呢，马共开始呢就进入森林里面进行游击战争。所以到60年，为什么到60年呢？因为61年之后，陈平开始到北京，所以从此以后呢，这个陈平他的这个历史，他的很多活动，其实就在这个泰国南部跟这个北京。这些地方其实它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往来，所以基本上呢，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马共有一个电台，就是叫做革命之声，所以革命之声它是在1969年呢出版的就是成立了之后呢，它的这个电台一直都在湖南四方山益阳镇那边呢，益阳镇四方山那边一直开始就开播到1981年，都是在中国。所以呢，那一边呢也有自己的一个这个，他们有不同的待遇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变成他们指挥中心都在那一边，所以很多的事情就变成你会看到马共一个他的指挥，他中央就是在这个北京在那个湖南，然后他的这个在泰国南部那边又有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团队在那边指挥，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有2个就是远程这个指挥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大概到这个。到这个电台69年成立，它之后呢，我们看到马共它也跟很多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跟一些这个，比如说文革时期，然后很多人谈说马共的这个分裂跟这个文革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个当然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像这个肃反跟这个分裂的论述呢，到马共不同党派之间呢，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一致的一个这个，就是大家一谈到这个，可以就是喊打喊杀了，甚至在一起呢，就可以大家就去就开始就是在互相的这个骂，甚至是已经不是在理性对话了。所以呢，到现在这个部分应该去年又开始在吵起来，但是还没有一个定案了。然后最后就是他的和解，所以和解时期主要就是他慢慢从84年因为分裂之后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这个叫马来西亚共产党，所以还有一个是马来亚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呢，到目前为止呢不被中央的认可，因为他们当时候分裂成3个派系的时候，马列革命跟中央是陈平的，然后马列跟那个革命主要是一个一江跟那个他就有2个。然后他们后来这2个革命跟这个马列呢，他们结合成立了叫做这个马来西亚共产党。所以马来西亚共产党84年正式成立，然后87年呢，他们就跟泰国的这个泰国政府呢就谈了之后就决定和平，所以这个就结束了马西共的一个时期。然后88年呢就开始进行这个跟马来亚共产党又跟马来西亚政府跟泰国政府呢进行讨论谈判。然后最后89年的时候，大家就在签了这个协议，所以之后就90年呢，就有大概400人从这个山上就选择从这个退出森林，然后回到马来西亚。然后这其中还有一个其实可能比较少人注意到的，就是其中有6位是新加坡人，所以这新加坡人呢，因为当时候签和平协议的时候没有包括新加坡。所以新加坡政府呢，在处理这个过程中呢，它跟马来西亚的一个情况是有点不一样的。他们是通过这个他们内政部秘密到这个马泰边界去跟这些新加坡人见面，然后之后呢，再想办法把他们带回去。然后所有回到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他们其实都有进行这个审查的程序。所以审查过后呢，就让他们就OK，审查过后你就回复你的这个一般公民的身份，然后你可以自由活动，你也可以参加政党，但是就不能够组织共产党，所以你可以成立各种各样政党。这个是当时候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马共的一个基本的历史然后后来我就根据这本，其实这本是泰国的书泰文的这个泰国共产党。然后当然现在因为 AI 很方便我是借用 AI 翻译的
OK，然后我一个学生也在做这个泰国共产党，所以这个借他的这个翻译，你会看到说他整个这个历史哦，它实际上跟马共是很接近的，它的整个起承转合，所以跟马共很接近的。所以呢，这本书是其中一个叫做那个谁的 B 参达。对，我忘记他名字叫怎么读了。所以他这本书里边呢，他有大概梳理了整个这个泰共的一个历史。然后呢，他这个历史里边呢，其实我当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比较特别，就是他有提到说这个南洋共产党。所以南洋共产党呢，实际上是中共在海外的一个主要的共产党。其实当时候在海外的这个共产党呢，就中共在海外共产党里边呢，他们有这个在马来西亚，马兴他们成立了这个海外支部，后来呢就准备建立这个南洋共产党，然后只是因为南洋共产党呢被认为不适合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呢，这个社会不符合这个社会的一个现实，因为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它整个这个社会是比较属于多民族社会，所以如果你建立一个以中共为基础的政党，你的党员呢100%都是这个华人的话，它实际上不大适合去推动这个革命的一个运动。然后所以有提到要求说应该要建立一个这个以多民族为主的这个共产党，所以才成立1930年成立了这个马来亚共产党。但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它经过很多努力去招收这个党员呢，就只有不到10%的这个马来人或是印度人加入。所以当时候那个印尼共产党到马来亚去招党员的时候，去影响马来人的时候，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其实马来人的这个社会，然后他不具备有要去革命的这个条件，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人的生活条件其实比较安逸的。然后呢，他们因为有一本这个书叫做《这个马来人懒惰之迷思》嘛，所以这个懒惰之迷思其实基本上就要谈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自然环境的一个影响，然后它其实并不需要说这个汲汲营营的去再找这个生活，所以它其实生活是自供自给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马来亚的话，你要成立一个南洋共产党，其实是不合乎这个当地的这个社会需求，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候1930年成立了马来亚共产党。所以我看到这个30年的时候呢，他也是说当时候要成立了这个暹罗共产党，就在30年代，而且也是在胡志明的这个主席下。然后关于马共，就是现在泰共，但是关于马共成立呢，其实有不同的说法，有些说他可能更早。就30年是成立，但是地点可能不一样，所以如果是配合这个泰共看的话，实际上他们的时间也差不了太多，因为泰国共产党在4月底，但是那个马共实际上也是在4月底，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时间性其实是比较吻合的，所以都是大概那个时期，在这个马泰都是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成立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共产党哦。然后共产党之后呢，这边就在提到说42年后呢，整个这个成立了这个他召开了他们大会，就二战以后他们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共产党，然后他们怎么去开始呢，让这个共产党呢能够去他们更能够活跃起来，主要就是这个他们取消了这个那个反共的条例。所以取消反共条例呢，所以使到这个共产主义的运动呢，在泰国实际上可以更加的这个活跃起来哦。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就是你会看到说这个成立这个大众报跟真货报，其实这个就是李启兴作为社长的那个他里边他在当时写，据说他里边的很多社论是李启兴写的，所以因为我这个不是太熟悉，所以可能看清老师可不可以待会再回应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还是谈到这个泰共的这个整个发展历史它怎么在50年代它向这个农村或者向乡村转移哦。实际上在马来亚也是，马来亚在48年以后呢，他们遭到整个这个英国和那个其他的马来西亚军人的这个围剿的时候呢，他其实在很
仓促的情况下进入森林，然后进入森林里边呢，各种剿共政策出来，比如说我们在48年有新春政策，所以呢，新春政策就把马共的这个党员呢，成员呢，把它隔开，跟这个一般的群众隔开，所以马共在外边，所以当那个新春把这个居民就是有点像这个集中营的方式围在一个守卫里边哦，就有军人守卫里边呢。很多食物、情报跟医药的这个物品呢，都不能够提供给这个共产党员哦。所以在马来亚的话，他们其实就只好慢慢撤退，向北撤退，所以撤到那个马泰边界，这个是马来西亚情况。然后这个泰国共产党的话，实际上他们也是进入在这个40年代某年代也是进入地下，然后开始往这个乡区去这个转移，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他们的这个发展哦。所以这边我那个日期写错了啊，所以他到61年以后呢，他们其实整个这个发展其实实际上呢是开始呢又在往这个推广。61年过后，其实61年有一个很重要的，马来亚共产党在61年以后呢，他其实提出的就是新方针政策。新方针政策怎么提出？主要是当时候陈平去到马共的话，就是陈平去到这个中共去找中共谈判之前，他经过这个越南，然后后来去到中国，然后最后得到答案是什么？继续武装。所以你会看到说那时候新方针政策继续下来，然后这个政策是不是对的？其实这个是到现在我们看回去觉得好像很奇怪，因为55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谈到说万隆协议。万隆协议里边就已经呼吁跟海外华侨去落地，就是认可尽量选择就加入这在地的嘛，不然都回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宣布不干预内政。所以56年的时候，马来亚就已经是跟这个马来亚的华人就开始争取公民权。所以56年争取公民权的时候，就很多就加入马来亚公民了。所以为了加入马来亚公民，甚至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个争取的工作都一直在进行到1958年了。所以呢，到了这个61年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马共的他们在泰国南部边界，他们还在推动这个新方针。所以推动新方针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55年的和平协议。马共跟这个英国谈判的时候，就是55年协议谈判不成，和平会谈判不了，所以呢，马共很多就开始往这个往这个退伍的这个政策去，很多的这个党员呢开始就是说，我们开始这样子慢慢遣散了。但是到了61年以后，整个新方针推出来，我们又要开始招兵买马，所以又开始大量招兵。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马共招的很多兵呢是泰国人，或者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个马泰边界了，所以他只能够去影响这个马泰边界的这一群人，所以他招了很多都是这个有泰国人也好，也有原住民也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在那个时候61年以后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个是在马共，但在泰共里边呢，他们其实也开始就是在61年以后，他们也开始进入这个整个进入他们的去进行一个斗争哦，以群众作为基础的一个斗争。然后他们不只是他们提出这个乡村包围城市哦，其实在马共也提出乡村包围城市这样的一个策略。但是在马来西亚乡村包围城市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中国用农村包围城市嘛，在马来西亚我们用这个乡村包围城市，但是这两个基础是不一样的，因为马来西亚的乡村是以马来人为基础的，然后中国的这个农村它是以这个农民，所以在马来西亚，我刚才有提到马来人的以马来人为基本盘的这样的一个推广呢，实际上是不可能去做好你这个统一战线，然后去重新再把它推广下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61年提出来说，新方针政策我们要重返马来亚，要重新攻打回马来亚。所以这个攻打呢，从61年之后，整个筹备到69年的时候才开始往下进去，结果一进到马来半岛的时候，就发生到马来西亚内部发生了马来人的冲突，所以又是另外一个局面了。所以这个是他们没有意料到，所以我觉得说整个情况你会看到说，
马共他自己本身他就对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局势其实掌握的有一点他的这个不是太准确啊。然后这个整个泰共的情况就是他们当时候也是一样说要打出解放区。在这个他们在这个69年他们要打这个解放区嘛，马来亚共产党也打出他的解放区，但是他解放区就在乌东那个高屋那边，但是那个解放区呢，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但是对于马共来说，他们把它放到非常大，说，诶，这个就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部分哦，所以这个也是大概在差不多同样的一个时期，我们会看到大家走的一个方向都是一样，只是马共呢就负责把泰国南部到马泰边界那边，然后泰共呢他自己处理他的泰北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些是他们自己不一样的一个我是觉得说处理方式很相似，但是他们的这个整个这个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北一个南哦，然后最后呢76年的这个日期也写错了哦，这个76年的是那个当时候大学学运的问题，所以学运问题呢，其实最近已经出版了一本书哦，就是那个实业党人秦晖老师上次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也看到了，所以那个实业党人主要是有一个泰国的教授，他甘纳洛，他出版的时候主要是要写他父亲的那一代的故事，然后最后呢，他父亲包括后来他为了写这个的时候，他也当然也提到说他跟他父亲很多争吵，因为为什么他们要去参加这样的运动，然后到这些参加运动者当时候是很有理想的，但是后来这个整个红三军、黄三军到陈三军的过程中，现在泰国的局势他们是怎么看？所以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去反思，当时候这些大学生，然后是不是有跟这个共产主义有关系？他在里边也提到。然后这个是大学生运动，但实际上在马来西亚，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也进入学生运动的一个时期。所以马来西亚70年代进入学生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71年开始就已经有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社会主义阵线的这个在新加坡那一批这个傅树凯他们为主的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这个发家，他们有出版了一个叫发家一个曙光的这个报纸学生报，然后他们也有也集合了，他们其实也集合了很多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生会，然后这个学生会就影响了大部分，比如说影响了马来亚大学，我们大学的一个华文学会。然后我们华文学会当然它里边呢有一批人是跟学生运动很密切的，然后有一批人呢就受到这个迎新艺术团在71年的表演的影响，所以这些就这样子结合起来就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从马来西亚北部跟南部进行很多的这个表演艺术，然后最后到吉隆坡要准备一个叫做春雷大汇演。然后这个大汇演呢就被马来西亚政府呢就制止了，所以这个大汇演的一个情况被制止之后呢，这个之后的不久就开始进行了这个逮捕，而且是第一次警察进入大学里边进行逮捕，然后在那个时候，那74年，然后76年呢就寄出了这个大专法令，所以当时大专法令呢，学生不能够参政，不能够5个人聚会，所以这些全部其实这样的一个这个条款呢，到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到我2000年毕业的时候，还是这样的一个条款还没有解决了，然后最后是到2010年左右才开始开放，所以现在呢，马来西亚换了这个政府轮替，所以呢，现在大学生是可以参政了，你可以甚至去竞选，所以这个全部都开放了。但是开放程度是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吗？我们还不晓得，但就是已经有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在70年代的时候，泰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马来西亚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个是主要的。所以刚才我提到说，这个马共泰共里边呢有一个比较我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南洋共产党。所以在这本泰国共产党历史里边呢，他的那个里面也提到说，这个跟当时候的这个华侨在泰国，然后他们后来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就是这个南洋共产党的这个特别委员会。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罗武就是卢朝记先生写的，在香港的，就是香港这个罗武，他们是香港这个香港竹印出版社的。
所以呢，他们这批这批老人家他们也是有写一些跟这个，他们早期有参与一些马共，他们其中有一些涉及到被遣返50年代被遣返到中国去，有一些就部分就逃到这个香港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所以他当时呢整理了一个这个南洋共产党的这个资料，所以这本书也其实现在目前主要出版这些书的都是在马来西亚一家独立出版社，所以有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里面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当时也提到说44年就是刚好就是抗日时期。其实44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年份哦，因为英国虽然说跟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在东南亚，在马来亚、新加坡，他们已经失利了。但实际上他们在44年的时候，已经从斯里兰卡盟军的这个总部呢，已经开始就用潜艇，然后派了情报部队136部队，新加坡的，然后也开始呢派了他们的这个盟军的这个戴维斯 David 戴维斯呢，他的这个回忆录出版哦。他出版了他一个回忆录，然后但那个由他的这个外甥女帮他写的，所以他的这个戴维斯也代表盟军进驻了这个整个这个马来亚半岛，然后在那边开始谈判了。谈判的那个整个谈判过程中呢，包括说英国给马来亚共产党武器，所以这个武器呢，就是后来衔接到这个包括说这个后来有一些武器是由这个泰国共产党是通过马共那边拿到一些武器的，虽然只有应该是在下面，应该只有这个38支，就这个。所以这些武器，因为当时候谈判的时候，只有马共能够拿到武器，泰国没有参与，因为整个谈判里边是盟军跟这个莱特作为马共代表，当时候他们在一个地方签合约，然后陈平跟着去，然后还有136部队的。然后这些人呢，全部的那个协议里边呢，在陈平我方历史里边，如果他第一页你们看就有一个协议，那些协议里边签名的那些全部都是他们化名，所以就是这个陈春生就是林谋胜啊，然后张宏啊就是这个莱特，然后陈平就用那个，所以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别名在里边出来，所以很多人就问说一句，每次都问说，二战结束以后，当时候英国军人还没有回到马来亚。这样子，为什么当时马共不要拿下这个政权呢？因为马共当时候从森林走出来，他那2到3个星期做的工作就是维持治安，然后处决这些当时候的所谓的汉奸。所以为什么马共不要拿下这个政权？所以其实很多讨论谈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说，194那个当时候那个1940几年那个美罗协议。里边呢就已经写了一个附带条件，就是马共呢必须协助英军维持秩序，直到英国的军队回来。所以当时这个条款其实是在马共内部是严格执行的，因为马共认为说，他们只要严格执行这些任务之后，他们再会走宪制斗争的时候比较有利。所以当时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后来很多人一直觉得说，为什么马共要去处理，然后有些人就用这个条款来说，莱特出卖了马共，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有些人针对莱特是不是间谍这个问题，或者刚才在吃饭的时候就跟秦晖老师谈说，他说莱特是不是间谍这个事情还是值得去商榷的，但是对马共来说，这一附带条款就是莱特出卖马共的一个证据啊，这是他们的这个说法，所以这个就涉及到说，整个武器马共有了，就当时候就到二战的结束的时候，盟军投递了很多这个武器给马共，所以马共呢，当时候离开森林的时候，他们把那个武器呢分成2批，一批呢就是埋在那个森林里，一批呢就拿还给这个英国，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最后呢，马共自己在二战结束后，他们结束了他们的抗日军，然后他们的这个马共呢也成为一个合法政党。所以这个是跟泰共呢他们的关系就是那个武器呢，实际上泰国没有拿到武器，所以马共给了他们一些武器。所以这个是不是说跟那个马共给
给了这个越共的武器，是不是一样的情况我不晓得。但是有了武器，它整个斗争是会有所改变哦。但是也在那本书，就刚才讲那本书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作者呢，他其实有一个说法，他认为说马共跟泰共呢是一样，他们都有受到相似的这个限制哦，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泰国社会或是马来亚社会呢，他们的理解实际上并不是太尤其是马共或泰共领导人，他们理解并不是太那个深刻的，尤其是尤其是70年代当学生进入，因为很多学生运动的运动参与者呢，他们开始被逮捕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逃入森林，所以泰国的也是加入泰共，马来亚的也是加入了马共很多，所以呢就变成说。你会发现到，即使到现在，你跟很多马共的早期的跟70年代上山的，我跟他们接触的话，他们的认知对于这个局势和他们对于各种各样的理解呢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在马共发生，在泰共也发生，所以这个也导致说泰共它为什么它会很快就会被就失败了，然后马共呢？它就会出现它里边分裂，到现在还不能够大家很好坐下来谈的。所以我曾经跟另一派年轻的他们去了那个泰国边界的这个马共那边，然后我们去拜访那个 Abdullah Sidi， 就是马共的，就是马共的主席，马共主席他是马来人，所以在马共的一个设置里边呢，书记华人，然后主席马来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呢，我们去拜访他，然后中央派的来了之后，我们就跟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大家还不是很觉得很能够坐下来谈，但是对于这个马共主席，他们其实最高层的，他们其实并不忌讳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们其实没有去想太多这些内部的一些需要说大家不和，但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反而是有时候下面的他们自己把一个问题搞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还有就这个其实本来有颜色因为我来日本，所以没有把很多东西带过来，所以我是从我以前论文里边摘出来的一个截图。所以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说，在当时候马共呢进入森林，然后他们往北迁移的时候，这个是马泰边界的这个线，泰国马亚，所以呢，基本上这一边呢都是马共的一个势力范围。我上次从这边跑到这边，大概花了4个小时开车，4个小时开车，而且不是停下来，是比较匆匆忙忙的经过。所以呢，有很多不同的区在这边，大概总共4个，有4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马泰这个边界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那天我在飞地有提到一个，就是当1990年马共或是泰共不在马共或者不管哪一个，就2批的马共呢，他们的武装力量已经解散了之后呢，泰国的这个南部的这个分离主义分子、分离主义运动又开始死灰复燃。其实当时候为什么泰国政府允许马共在那边，主要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马共去钳制这个整个泰国的这个分离运动对穆斯林分离运动。所以呢，我也问过这个马共的一些党员，他们当时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他们的确也是这样子，因为他们说他们有武器，而且他们有这个有一个他们就是有很强的这种军事的一个力量在那边压着他们，所以呢，他们不敢乱活动。所以呢，这里为什么当时候70年代的时候那个什么运动，那圣光运动，就是马来西亚跟泰国政府，其实他们每个几年就会有一个联合行动，这个联合行动就是为了要去清除这个森林里边的一些这个就是共产主义活动，所以这个活动里边呢是2国的军事共同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访问过的这个马共他们就是说，实际上每次活动之前呢，尤其是非常重要活动呢，他们都会受到泰国的一些政府的一些通知，就是军人通知，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希望说因为马共被迫要离开的话，这样对整个泰南的这个分离运动是非常的这个有威胁，所以他们也不想要马共离开了。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是这个马共跟泰共的一个这个情况
然后这个是马贡的一个点哦，主要是陶公府那边就是那个这个第四的部分，就是第四的在那个第四亚拉兰邦，还有一个是在这个乌洞，然后这个是在亚哈，基本上这3个是主要马贡的，但是很多都集中在这边，就集中在这个乌洞那边。所以如果是大家要去旅游的话，乌洞另一派他们有把他们的地道变成这个旅游景点，你可以去跑那个地道它地道已经铺过了那个水泥，很好走，然后也把它加宽了一些，然后他们还马西贡控制，对，那是马西贡控制的范围的，然后马西贡的环境还算比较不错，所以他们掌控的另外一个第二友谊村，刚才我讲地道是第一友谊村。友谊村是跟泰国那个就是马西贡的，我们叫友谊村，还有一支是第一友谊村，他们把他们的那个地方因为是在高原嘛，所以变成一个度假胜地，所以他们有成立了一个度假屋，他们就大家集资成立了一个这个公司，然后北花园叫万花园对，万花园算是一个高原地区。所以那边发展的很不错的，因为又有那个温泉，然后又有这个高原的一个气候。现在那个山下他们又建立了这个马贡文物馆，但是属于这个马西贡的一批的文物馆，那个也建好了。所以我经常就是跟他们这边活动比较密切。刚刚我讲的这个地方呢是高屋，这个红色泰国边界，高屋就是解放区。然后一例是我们通常是我开车的话，就通过这边进去，这边高屋进去这个乌东，所以这边都是一个算是马贡控制了整条这个马泰边界，所以是一个非常他们守着这个所谓的关口，但是他们也下不来，上又上不去，就大概就卡在那边，就是他们的根据地。所以这个根据地是在1952年开始建立，然后1954年就完成。所以完成了之后，就进入55年的和平会议和谈和平和谈这个失败以后呢，就开始呢进入这个遣返叫退伍政策，然后最后就开始陈平他们就开始找说，我们到底还不要打下去，然后就去了这个越南跟去了北京，然后北京那边得到的答案然后就得到答案就是继续打。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就是说，因为整个局势一片大好嘛，这个是常用的这个词汇，所以就是打下去，就要打下去，就是马贡其实就是我是觉得很艰苦的一直在撑下去，但是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之前那个秦晖老师有问我说，以前马贡的主席穆沙是一个马来人，就是穆沙被投降之后，他投降之后呢，他的这个有没有出回忆录？然后我跟秦老师讲没有，但是穆沙呢有接受过很多媒体的访问，所以这个媒体访问里边呢，就他其实他是代表了一大部分的一个这个在森林作战的人哦，他们的想法是说我们在森林里边辛苦作战，然后呢我们的领导人在北京享福，他们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但是当然中央派也有他们的说法了。他们是比如说他们也不是在享福，他们在做，他们有海外代表所以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情况，所以有些人在问过陈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是没有直接回答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马泰的那个，然后莱特这个我看一下是不是讲太多，OK， 那个莱特的那个情况莱特情况其实有好多其实秦晖老师比我还熟悉莱特。所以我期待秦晖老师那本莱特之谜出来但是莱特呢，其实基本上呢，这个是一般的说法了，就是说，当马贡呢，他们认为说莱特是这个间谍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这个越南共产党的这个说法了，然后说原来他曾经就投降成为这个日本的这个间谍，然后马贡呢，他们在这个17年6月。就开始惩罚莱特，然后就通报给泰国中央，要泰国提防他。其实为什么要提防这个泰国中央？其实我就觉得很有趣了，所以这个就涉及到李启兴嘛，因为李启兴他本来就是莱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助理，所以为什么才要去警告李启兴？然后呢，还有很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
当他们开始追捕莱特的时候呢，就最后发现了莱特已经在泰国被致死了。这种是在马共内部很盛传的一个说法。所以呢，这种说法呢，是不是能够这个怎么立得住脚的呢？有很多的一些不同意的哦，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莱特他是一个三面间谍，法国、英国跟这个日本的三面间谍，这样子作为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间谍哦，他这么轻易就被弄死嘛，这是一个。然后他需要好像这样子到处去好像逃命嘛，这个也是一个。如果他是英国的很重要间谍，英国可能很早就把他带去别的地方还是怎样了，但是又好像英国的这边，其实我们到现在英国这边没有资料，找不到档案，也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日本这边只有那个黄野鲁其中一个提到说这个莱特曾经是这个间谍的事情，但是也没有人相信。然后陈平呢是不相信这个莱特，因为陈平曾经被认为是Rice Boys 莱特的小男孩嘛，所以呢就是他的一些马仔，所以呢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杨果是其中一个，我认为杨果是应该比陈平更有这个魄力，能够接手这个马共领导多于这个陈平的。但是杨果他提出后来因为有一些情况，所以他就没有在那个在谈这个莱特事情，然后最后呢他在一次事件中就去世，所以这个就是杨果。后来杨果的女儿那个的书那个对，但是那个里边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资料的所以一抹南洋红那本书，所以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资料，所以我们也不晓得杨果的一些这个他的一个资料他的一个过去，所以这个关于杨果对莱特质疑的这个线也断了。所以莱特的后来我知道说邢老师做很多，待会他可以补充这个莱特。然后陈平我刚才说就不多谈，因为陈平的故事其实很多，然后尤其是最近才出版那个3大本的这个对话录。然后这3大本对话录呢，其实我6月13号会去做一个对话，但是我还没看完，所以我也没办法继续。我刚好只翻到这个莱特的部分，他那个陈建先生也对莱特的说法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看法。然后这些看法呢可能还需要再有更多的资料出来哦。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到说跟秦老师交流过后，发现到说很多的这个关于莱特的这个资料呢，在马来西亚这边或新加坡我们用的话，我们都没有用这个越南档案。意思越南档案对我们来说是没办法解读，但是这个就是刚好越南档案是很重要的一个档案，既然没办法解读，但是我们这边谈这个莱特的时候谈的都是不同人的说法，所以很多说法很容易就是通过中央或者通过马共本身的说法，所以是不是有错误的，这个我们还不晓得。所以这些都是可能要多重资料对了之后才能够谈这个莱特哦。所以可能莱特以后还是会一个很有趣可以谈的人，因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尤其对这个东南亚共产运动影响深远的一个这个人物，所以因为他影响不只是马共，还有泰共，还有越南共产党嘛，所以这3个很重要的共产党，其实如果能够把莱特的资料弄出来，它未来会有很多对这个东南亚共产运动呢，它的浮沉我们可以有更加多的理解。然后这个莱特第2个是陈平的，我就跳过了。然后第3个这个李启兴李启兴的资料呢，其实这个是这本书里边有谈到一点啦，就是李启兴的东西就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呢，这个是21世纪出版社出的书，这个秦老师应该有看过了这一套的很多书，所以他们出了叫马共文集，马共文集他们要出25本，所以这25本里边就是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下个月就会完成它了，所以我回去之后才知道他们会完成到程度。所以呢这个李启兴其实我们通常都会叫老黑，所以这个名称，然后他的很多历史文件出现，包括说这些都有出现过他的这个资料，然后他出生在哪里，海南，然后他的整个这个他加入马共，后来他又回去中国，这些各种各样，他也是曾经新华社的这个社长副社长，所以呢对于他的这个理解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日本的袁伯夫老师也有写过这个他写过
讲过他，但是他用的名字他用英文他讲他可能就是李吉祥，然后后来我看到应该戴青还是谁的书，李吉祥又是另一个人，然后还有李启兴，所以呢，袁伯父老师对于这个李吉祥跟李启兴他其实有点混合了，把两个他等同了，因为李启兴如果是用当时候英国的这个翻译李启兴然后呢这个李吉祥生，所以他不同的籍贯的时候很像。所以，如果不同的读音可能是港式的，或是这个不同的话，它的名字很接近。所以，袁伯父老师他可能就是把这个混杂了。所以就变成说，袁伯父老师在谈这个马共的领导的时候，他对于那个资料整理，我有对过他的跟杨进发的有很多出入所以我当时有再重新整理过，但是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个李吉祥跟李启兴的这个问题所以李启兴的问题是。这个秦老师问了我以后，我才开始一直再去找，然后才开始可能有很多东西还要再做一些修改的。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这些各种资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李启兴最早的一些这个资料记录，他曾经这个被驱逐出境，然后他又到香港，然后他回到曼谷，然后最后呢，在10多年的时候，曼谷了，他在那边就成为这个领导人所以呢，他成为领导人之后呢，他跟这个马共，因为当时马共的主要的这个抗日军的领导，实际上还是在陈平那边，所以呢，他跟陈平联系上，所以这个44年的就跟我在看到刚才泰国共产党。那边他们泰国文的那边里面写说44年呢，他们有一些这个接触，然后还有后来武器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是有一些可以对接的一个部分所以然后这些蔡白云等等，这些是早期这个这些在马共的一些书记的一些资料。其实这些马共书记在30年代成立了之后呢，基本上有时候1年半年就一直换，所以他那一个时代的书记。好像一直在换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就是他成立过后呢，非常的不稳定，因为英国对他的这个打压或是逮捕、驱逐出境非常的频密，所以这些资料我们到现在还不是大概都有整理了，但是我不觉得说这个整理是非常的准确，因为包括说马共中央他们自己出版马共文集对傅大庆的资料，就那天我在飞地看的那个档案，我在英国的档案美国档案里面看到的时候，他们对傅大庆的这个理解多于马共自己对傅大庆的理解，所以这些都是可能连马共自己可能都还要再花更多的努力去补充的资料。然后这个李启兴他跟莱特的关系，这个也是跟我通过韩三言的那个，您看过韩三言那个马共秘辛嘛？他主要他提的就是大概是这些说李启兴是怎样的，然后呢他当时候他是被视为是莱特的左右手，所以就是说明他其实跟莱特的关系很密切。但是李启兴自己是从来不承认他见过莱特。对，所以这些就很奇怪的其实很多人都是知道说，他跟莱特，然后还有就陈平，所以甚至莱特那个李启兴跟陈平也有一些这个不满，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中他们这个当时候呢，其实李启兴作为他跟莱特助手的时候，莱特也曾经要把他出卖，就是这个韩三元的说法啦。韩三元这个老家的说法，所以当时候各种各样的那个韩三还有那个黄望清，黄望清这个人他是最早提出说这个莱特是日本间谍，所以这个人他写的，他在一个论述里面就提了，然后后来才被这个杨果再把它强化来去看，所以他在里边当然也提到说这个李启兴的一个李启兴他被这个有可能会被出卖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李启兴跟陈平的那个，当然就是刚才秦晖老师有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他跟马共还有跟毛泽东的那个在这个哪里，在那个其实，在毛泽东我看这边写嘛，对。毛泽东那边有那个说到说李启兴是恶霸的这个指责，也是在马共密文里边这边有提到说他们有一些矛盾在这边。
对，所以对吧？看刚才上面是谈说，这个李启新的一个资料，其实陈平里面有谈到，然后他们对这个李启新呢，其实也进行调查的，所以对于莱特事件的时候，这是陈平的这些说法了。所以这次李启新里边呢，说到说，诶，他跟那个陈平之间的矛盾，可能就是因为中间有涉及到这个莱特，所以他们矛盾就出来。所以就是李启新到底是不是承认没有见过莱特，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大概这样子。哎呀，这个非常感谢何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关于马共研究的这些，尤其是在共产国际不是在国际共运背景下谈马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儿，因为马共、泰共、中共、越共其实都是之间的联系很多的，那么尤其是马共和泰共之间的关系背后其实就是中共和越共的关系，因为马共的那个莱特是一个越南人嘛，对，之前之后都是华人，而泰共嘛，大家知道原来的暹罗共产党主要是以那个越南人为主，对，因为越南后来到了李启新就变成是以华人为主，一直到70年代才变成是以本土的人为主，那个包括李启新本人，包括李启新后面的这3任泰共的党魁，就那个叫做什么，于松、陈嘉是吧？就是巴宋翁威吧，其实都是华人嘛。一直到后来那个70年代学生运动以后，才逐渐成为一个以泰族人为主的一个政党，原来都是以华人为主的。但是这2个党好像都发生过很严重的党内斗争，这些党内斗争看起来好像是他们本党内的斗争，但是仔细分析以后都觉得有中共和越共的那个背景。这个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尤其是李启新这个人，我觉得很奇怪。第一是，如果你在马共党史中，看他的马共官方党史中说，他最大的官就是当过新加坡市委副书记，好像从来没有当过那个中央的什么大头目。但是很奇怪啊，马共下山以后出的那个党史中，列了6个那个所谓的党的重要领导人，其他几个我们都可以理解，是吧？胡志明、傅大庆、蔡白云，当然也还有陈平，里头没莱特了，因为莱特是个叛徒。居然头一个就是李启新，这个我觉得是很奇怪的，因为其他几个人都是不是创党的，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就是当过马共第一把手的。可是李启新当过什么呢？是吧？就是个新加坡市委副书记，怎么会摆在第1位呢？这个我觉得是很奇怪的。而且那个实际上关于莱特，虽然说杨果好像是按照陈平的说法，杨果是最早怀疑莱特的，但是杨果怀疑莱特其实和那个黄望清传说什么莱特被抓呀什么什么早就已经很普遍，而当时莱特在马共内部是个神仙式的人物啊，那个威望很高的，包括陈平这些人都是他的所谓的马仔，就是都是他提拔起来的人。这种怀疑是没什么力量的，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那个莱特被抓，然后他自己说他逃出来了，然后很多人就传说他出卖了什么什么，这个是早就知道的事。实际上真正引起莱特被清除的就是那个李启新写的一封信，就是所谓的 X 同志来信。对，那个里头就讲说是这个人很可疑，而且里头甚至说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说是但是后来很多南洋共产党的老同志一提起他好像都很崇敬，
他说这个人有可能有问题，而且陈平说，他说那个他真正开始怀疑莱特不是因为杨果，就是因为李启新，因为李启新不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吗？然后莱特是因为他看不懂中文，就让让陈平读的，然后莱特就说，哎呀，这个老黑我早就认识。后来据说陈平就怀疑了，因为那封信中那个口气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人，而且甚至他说哦，他才发现莱特是不懂中文的。其实这个一听就是假的嘛，怎么可能呢？是吧？陈平跟莱特共事了好多年，一直是他的最亲信的人。他们两个人互相的通信都是用汉语拼音的，他不懂中文，难道他是才知道的吗？是吧？而且如果你懂的，你假装不懂，这是可以做到的。你不懂的，怎么可能假装懂呢？是吧？这极其容易露馅嘛，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这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怀疑莱特最终把他搞掉的，李启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加上最后，如果按照他们的正规的党史，最后干掉莱特的就是李启新。当然，李启新后来并不承认这一点，对，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而且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因为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一回，就是他们当初跟国际共运的联系都是通过中共南方局驻香港的办事处，而这帮人后来就是我给你的那本书讲反地方主义的那本，这帮人几乎全部给整掉了，什么方方啊、连贯啊、什么古大纯啊、什么什么这些，所以后来李启新也被整了嘛。在文革的时候，李启新和中联部的那一帮人都打倒了。到毛泽东接见洪涛的时候就讲，说李启新是个恶霸，他说他是你们的太上皇。这说明什么了？这说明了他其实对马共有很强的控制能力，而他的这个所谓的控制能力来自谁呢？其实就是来自中共嘛，是吧？因为他本身在马共中的地位，如果按照名义上的地位来讲，其实是不高的嘛。当然再加上他跟莱特的关系，因为他一直说他是不认识莱特的，是吧？但是李启新去世的时候，郁红军做的那个悼词就说他是莱特的副手，是吧？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莱特是越共在马共中的代表，而这个李启新其实是中共的人，是吧？不管他在马共还是在泰共中的活动，其实都是中共派去的，是吧？都是属于那个南洋，中共南洋组织的这个系统。而且到了后来，越南跟中国的关系搞坏了以后啊，越南方面的很多党史都说，当时那个越共和中共在这个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斗得很厉害的，是吧？包括那个暹罗共产党，就是越南人越裔搞的暹罗共产党，后来怎么变成中共搞的泰国共产党，而且连续几任都是华人，是吧？他们还说柬共也有这个问题，是吧？包括那个山玉明据说就是越南派去的，对，是吧？然后波尔布特就是就是中共的人，然后中共把波尔布特把山玉明给干掉了，据说也是这件事。我们以前知道说胡志明好像跟中共关系非常铁，同志加兄弟，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其实胡志明虽然汉文化素养非常之高，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很极端的越南民族主义者，是吧？一直对中国是很防范的。李隼后来跟中共闹翻了，也不是背叛胡志明，实际上和这个是很有大的关系。所以整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历史的确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吧？包括那个傅大庆，他的女儿是戴晴嘛，戴晴的女儿是我的研究生，我们当时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
因为傅大庆其实老实说，在中共中的活动也是比较神秘的，他是共产国际直辖的人物。整个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充分使我们知道这个理解这个公运其实不能从一个国家的那个不能只从一个国家的那个来了解。实际上这个整个东南亚公运，包括它跟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吧？因为一开始嘛，好像是主要是通过宗主国来联系的。当然，马来不是啦，因为英国基本上英共对马共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法共对越共的影响很深呐，是吧？这些胡志明啊、孙德胜啊什么这些人都是在法国参加法共的嘛。包括印度共产党的什么高士啊，这些人也是在英国参加的，包括台共也是在日本参加的，是吧？后来那个共产国际在30年代搞过一次，对各国共产党管理体制的改革嘛，就是不是按照宗主国了，就是搞了6个书记处，是吧？然后6个书记处分别联系各国共产党。然后那个分管马共的就是安德烈马蒂，后来那个杜克洛也是他派过去的嘛，就是原来法共的人被派到那里去，好像还计划在新加坡新搞一个南洋局，但是后来就失败了，这些人都给抓起来了，包括牛兰夫妇等，都和这个事情是有关的。然后最后就是转到中共了，因为那个1947年那个米高扬到西柏坡就已经明确了，说是那个中共就当那个亚洲共产党的老大，甚至还要搞什么东方共产党情报局啊啥。那当然以后中共就直接是马共的上司了，马共、泰共这些共的上司了，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里头啊，这个的确是从国际共运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如果撇开这个，你是不能了解他们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那么我们非常感谢何老师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互相提，可以讨论。好，感谢那个陈老师的意见。下面进入这个互动环节啊。在这个进入之前呢，我想就是因为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关于马共的一些东西，我想我这边有几个非常朴素的几个问题啊，用这个主持人的权利，先想请教一下这个何老师，就是第一个就是马共的这个在各个阶段的规模到底是有多大？因为500个人跟5万人就非常不一样。他们这个共产党就是成立共产党是要夺取这个政权的，那他这个到底对政权产生了多大这个威胁？这是第一个，就是也是帮大家去问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马共的这个经费到底是他自筹经费是多少？那从这个国际公运从拿的这个经费是多少？这个中苏分裂之后，他还是从这个那个苏联那边拿钱呢，还说是中共已经开始给他这个经费？对，这是另外一个想请教的。第三个是就是我个人了解到马共，就是很早的时候看到一篇这个介绍这个马共在湖南建的那个广播电台，叫这个革命之声。对这个也是对，这个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如果那个何老师有这个了解的话，也想请教您一下。这个有一位那个徐泽荣先生写了几本关于这个中共的这个，就是拿了这个俄国那个国际公运的很多这个经费的。他这个徐老师就是在2000年还2001年的时候，在亚洲周刊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
马共的电台在那个的一篇文章，结果发出去之后，结果就被最后是以这个名义被那个中共判了，大概是十年11年。那个当然只是一个由头了，对他肯定不是因为这件事。对，肯定是。那个我也听说别的事情。对，这3个小问题也是请教跟那个大家一起问一下。那个谢谢马老师。这3个不是小问题，这3个大问题。那个先谈说那个人眼哦，马共有多少人眼，其实并不没有很多的一个资料，但是在根据马共的自己本身的记录里边，他们是说最高峰的时候有大概就是1万多人。但是1万多人里边呢，就是说10%左右就是这个马来人或是印度人，所以到底有多少，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它的算法是很奇怪的，它可以把这个统一战线的也归进去，所以这个是不是说，你是民运的，我会把它归进去。所以当马共你要成为马共党员，它是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这个条件的，所以你要有这个介绍的人带你进去，然后观察，然后最后呢把你发展成为党员。所以这整个过程，像那个陈平也是后来给那个杜龙山慢慢才把它发展成为党员的嘛。所以它并不是说你是很快就可以加入党员这样过程中，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严密的一个组织。所以但是一般来说，他们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个党员，但是这个我倒是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了因为如果是一些当时候在30年代也好，或者20年代末也好，很多都是这个工人，所以工人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就是因为工人有时候受到剥削嘛，所以我当然会支持，对，我一定会支持这个保护我的这个一些这个组织。所以呢，支持不代表就是一个党员哦，所以我觉得这个1万多人的一个说法可能会有点夸张。然后当然他最后他到他的那个人民抗日军的时候，他可能是有一定的力量，但是人民抗日军他发展到8支人民抗日军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晓得他每一个部队到底有多少人。然后到最后呢，退伍军人里边是有一些记录，但退伍军人里边不一定都是马共的党员，因为有一些退伍军人像跟刘尧是，但是其他不是，所以这些也是，所以他在不同的时期，他党员人数其实我们都不是很肯定，但是他会有影响，是因为呢，英国政府对于说他的这个力量，因为他们担心就是这种，如果你不制止，这个力量可能会延伸出去，如果到时就一发不可收拾。但是这个是他们怎么评估，其实我也不晓得。他们只是担心这个可能跟中国，就我觉得像刚才秦老师讲了之后，可能就是他们其实忌惮的还是那个后边的那个力量，所以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一直要先把马共打下去，所以一直以来马共都被处于这个被压下去。所以呢，我记得我跟那个政治部的一个第2把手交流过，他说当时候他们为什么决定要同意在89年的时候88年的时候同意说跟马共谈判，就是说一定要签这个协议，因为最后一刻的时候差点要有变化，但是他们就由一个这个内政部的一个华人去了这个被邀请去看马共的这个根据地，然后看了之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向上报告就是说一定要签。他认为说，因为马共那边还有小孩，他还有第2代、第3代这样的一个他看到的直观感受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但是一直就会有这种生生不息的东西在那边，它会一直就是变成是必须要花很长时间去慢慢解决的。所以他说，既然已经到这地步，就应该签下去。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的力量是不会说太大到足以威胁，因为最后退伍回来的话，就只有回到马来西亚只有400人。如果是最就是有武装力量和培训的话，最多也是3000人。所以这3000人，他对于整个100万大军的话，如果当时候在剿共的时候，他有包括说5国联防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所以大家都会派军人进来。所以除了是因为地形的问题，你很难去把马共歼灭，但是呢，整个这个马共力量其实实际上是不是足以大到这个地步嘛？因为在80年代，
我们80年代整个这个生活里边呢，我们这整个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听到马共，没有听到马共这样的东西，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在90年代进入大学说，原来还有马共这样的。我们知道马共是在历史教科书上的马共，但是后来才发现，马共还有这样。但是它似乎在整个那个80年代到90年代，我们在了解马共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觉得是马共是一个威胁，它反而更多像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这个用词哦。所以我才写了一个马共因素嘛，它可以是一个它可以被用来去打压左派，可以用来打压异议分子，所以变成这样子。所以马来西亚一发生一些种族冲突，发生一些各种各样事情的时候，官方的第一个理由是马共干的，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所以对啊，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其实它的威胁在哪里？所以应该就是对于政治的一个利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但是如果是从以前看英国时期看回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可能跟这个中国的这个有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员的问题哦。然后第二个经费的问题，其实经费的那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因为马共早期他们有收费用的，但是当你去跑很多那个田调的时候，他们会说，当时马共在那个跟我们收这个入园费啊、入巴费，就是到森林里面遇到他们就跟我收费。然后跟一些地主收费，所以他好像是收保护费的感觉。所以当然这个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我有遇过一些人的确说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在英国一个档案的时候，有一个华人在1950年的时候写给那个当时候的这个钦差大臣，就写说实际上很多的一些这个商家，他们并不是说不支持这个英国，而是当时候你在那个情况下，你如果不给钱给这个马共会威胁你，然后给了钱给马共，英国又要抓我，把我驱逐出境，所以他们就说，华人或是一些头家，就是那些老板，他们的处境其实就是左右为难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说，他当然一些经费，因为当时说那个莱特卷了很多巨款嘛，所以这些是可能来自于各个他们成员会员或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这个但是到了60年代以后那个应该是66年以后，就是61年是说是接见，然后后来说应该要坚持下去，然后应该会给这个支持。然后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还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到最后谈说电台要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就大量了，因为湖南的电台其实就是这个备用的这个军电台，所以是在那个益阳镇的四方山。陈建说那个什么那个他跟邓小平谈了以后，说是中共就拨了200万。是，所以总之这个你可以看到说是有后来的资助是肯定有的，所以他才能够再继续打下去哦。所以这个是那个，因为也经费一般上我看到就是电台的那个时期，61年以后去了北京，然后他们就认为说，陈平去了北京就有一些收获，所以认为陈平应该留在北京成为这个驻外代表，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候的一个情况。然后电台的这个事情徐荣哲老师那个，大家当时我也以为是这样的事情，后来听说不是，因为只是借这个借口，相当于是借口，然后把他这个抓去了。所以当然我也是因为他那个报道的时候，觉得那个报道也是很有趣啊，他把很多的东西就先放出来给大家看到，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算是也给一些不知道的人开始了解。所以那时候那个亚洲周刊都一直带不进去中国嘛，所以我虽然也带了很多去中国，所以我把很多留在当时我读的学校里边了，所以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好，感谢何老师，好。